你先替他疗伤。现在，交给我。好。无名小辈，就不要在老夫面前放肆了吧。 无名小辈，这是一城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此天地以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此乃无量剑法。你不是赵玉甲，只许你不是诸葛云，不许我不是赵玉甲。没错，我不是赵玉甲，我乃望城山吕素贞座下首席大弟子王一行。 之前你为何不告诉我，此次来的是无作使？多了很多胜算，难道不好吗？如今无作双尊合体，他们哪里还有命在？假装为我所伤，先静观其变。临、兵、斗、者、剑、智、力、潜、行。九字真言，有趣。出！这是不动明王功。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秘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？我不信。 那就打到你信。真有能耐。好了，叶鼎直，快收工吧。这么大动作，学堂应该也能察觉了，留些余力等他们的人来。收工。 不好，他要走火入魔了。看来你这不动明王功就练成了一半啊！那就莫怪老夫诛灭你这小神了。 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，我不过是受了点小伤，就容你这么放肆？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这个主角
出少年。我们会再见面的。 烦死了！怎么追也追不上。这家伙故意带我们绕了一圈。他是在替他们争取时间啊！这家伙还有同伙？哎，是柳月，他为什么突然召我们回去啊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师傅他准备接管这场考试。 如何？你为何会受如此重的伤？学堂的人明明我已经拖住了呀。那三人出乎意料的厉害，其中一个来自望城山，会无量剑法；另一个竟会不动明王功。百里东君更是使出了西楚剑歌，再加上小姐不知为何迟迟不对百里东君出手。小姐。 带不回百里东君，我们怎么交代呀？无碍，无相氏还有后手。哥哥，有人。还回头呢？这里呢？ 学堂李先生，很好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记得我。那么，就无需多说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此次行程与先生并无关系，先生为何对我们下手啊？哎，你知道我为何叫李先生吗？因为我是学堂祭酒，
你们动了学堂大考，还怪我为何要对你们动手，是不是很可笑啊？走一个死一个吧！学堂李先生口气果然很大。就是你了，你一直在挑衅我，不杀你，好像说不过去啊。那就来！尸体不许带走，听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找其他队，去抢他们的锦囊？刚才诸葛云跑太快了，我都忘了抢了。没关系，我拿到了。你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了，真不愧是楚老千的行家。会不会说话？不对呀，一个队不是应该只有一个锦囊吗？怎么诸葛云他们有3个？他根本就不是诸葛云，那些锦囊定然也是从其他队里抢过来的。而那些考生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好了，现在抢那么多也没用了，至少我们很辛苦的活了下来，不是吗？姑娘方才若是不告诉我们，不作声的拿着锦囊就跑，说不定李先生最后一名弟子就是你了。不如我们先看看锦囊里的内容吧。是一首诗。天不出朱雀离泣，君不见，玄武临事。风中现，白虎睥睨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天之四灵以争四方。王者至，宫阙殿阁取法宴。这首诗既然以四兽为题，那答案便应从四兽中找。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如今有其3。那苍龙呢？我知道了，答案就在苍龙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我们要去的是龙起之地。龙起之地？青龙门啊。天启城有4座城门，镇守四方，而青龙门就在皇宫之外。只不过，青龙门有2条路，我们该走哪一条啊？青龙之门，左生右死。小姐，引百里东军往右。快走！百里东军！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往左。你们往左。我往右走，分散开来会好一些。怎么能让一个姑娘走一条路呢？我往右吧。不如我们……不可。为何？方才那些人，不知是什么来路，难免会在路上设下伏击。你们都受了伤，我伤势较轻。我往右走吧。姑娘和东军往左吧，我和一鼎之往右。放心吧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，能打过我们联手的人，也屈指可数。确实如此，这样也好。走吧。师妹，另一个人醒了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少侠还未痊愈，就不必行这些虚礼。不知我这兄弟……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。多谢姑娘。敢问姑娘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景玉王府。什么？景玉王府？那你是？自然就是景玉王妃了，只不过是未过门的。所以是王府救了我们？不是我，我救你们与王府无关，只是你们恰巧落到了我的院子里，而我
与这叶鼎之。叶鼎之，倒是个挺威风的名字。我与这叶鼎之挺有眼缘的，所以就救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师傅，师傅，来了什么？哦，还没来。哎呦，东君，我看叶鼎之是不会来了。不可能啊！要不再等等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不是，你们这都等1天了，已经。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东君，这个拜师啊，除了讲究资质、讲究运气，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缘分。看来今天我只能收你一个徒弟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们王爷可真心大呀！这偌大的别院，他也不来，只有王妃和王妃的师兄。好快的钱！少侠慎言，我师兄马上是连王爷也不能轻易得罪的人了。师门，师兄，你放心，我有数。长了一副好皮囊，就是好啊。王妃何出此言？如果是你躺在这里，就喝不到这冰封水了。我长得也还算是玉树临风吧。可差远了。
没事。叶兄弟，你醒了啊？你醒，你小心一点。师兄，王少侠。这位是洛清扬，是影宗大弟子洛清扬。我们曾经见过。他是洛清扬，那他……云哥在这里。他是我去。发什么呆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景玉王妃。不要叫王妃，我还未过门就不是王妃。王少侠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多亏王妃和洛兄及时相救，没有伤及内力，现在有无大碍了？那，外面没有高人在追捕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皇帝陛下可是给我望城山御赐过至清牌匾，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，走到哪儿都是上宾以待。那晚只是个意外，意外。那么，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。你醒啦！小妹妹，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我家呀，我父亲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你家呀，那请问你是谁呀？我叫李寒衣。李寒衣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李先生的女儿。这老头到底多大岁数啊？女儿居然这么小。寒衣，客人醒了。阿娘。罪过呀，罪过。阿娘，这个叔叔好奇怪，是不是脑子不好呀？跟我阿爹一样气人。嗯，乖，可不能这样说叔叔。见过师娘。啊？在下百里东君，以后还请多多照顾。
哎呀，我怎么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收了一个徒弟呀？这是我内人，这是我小女，这是我家，你个傻子，管谁喊师娘呢？我知道，虽然吧，按照辈分来说，你应该喊我师兄，但是我真不介意抬抬我的阶位。要不这样，你也甭喊我师傅，喊爹。乖，要不因为你女儿姓李，能闹这么大笑话吗？他是跟我姓。敢问嫂嫂姓名？剑心种，李新月。哦，我听我舅舅提起过，那可是压了明剑山庄一头的铸剑世家呀。雷兄，你可以啊！没想到你在外面威风凛凛，回家竟然是个赘婿。那是。别！我们霹雳堂雷家在江湖上也是赫有名的，好吧？你喊谁赘婿呢？我弄死你！哎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女儿为什么不姓雷啊？因为我爹被雷家宝逐出来了，子女不能姓雷。不过我也不想姓雷，听起来凶巴巴的。阿姨，我们先回屋，让你爹跟这位叔叔谈他们的事情。走吧。行吧，既然你也醒了，师兄，带你去见见师傅吧。哎，等等，叶鼎之去哪儿了？他回来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去什么去啊？别去了。王师兄，你回来了。叶鼎之呢？难道他先入学堂了？他呀，他现在在天启城中最安全的地方养伤，美人在侧，浓情蜜意的，你就别管他了。什么意思呀？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，我先不走。王兄，麻烦你替我转告那小子，让他好好跟李先生学艺，我等着他名扬天下的那天。就这？他就说了这些？对啊。王兄弟，那位姑娘救你们的事儿，除了你们之外，还有人知道吗？除了我们之外，就还有那天追杀我们的神秘人知道。除了你们之外，谁也别说。毕竟，这朝堂之事错综复杂。既然那位姑娘说了，救你们是她的个人行为，那景云王应该不知道。放心吧，我还是有分寸的。哦，对了。那天我听那个紫衣人说，叶鼎之也是什么剑圣五脉，要招他去哪儿？这样看来，景玉王妃那边确实是对他而言最安全的地方。到底什么才是天生五脉呀？这个问题，师傅应该知道答案。不错，这烟云剑舞你小有成就。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，练的也是这袖剑。看到你如今这般模样，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。师傅现在也很是年轻啊，还是那般的出尘绝世。像我们这般风采的人，就得习得最美的武功，然后每次登场的时候。都必须风华绝代，像师傅那样，美男抬轿，童子开路，轻纱垂落，容貌半遮。这是现在，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身上比较拮据，这坐不起轿子，也没有书童。那师傅之前是怎么登场的？
那你看好了，像我们这般风采的人出场，首先呢要先有音，再有意境，再负手，然后翩然落地，露出脱俗的背影，再微微侧手。自我介绍？不，这仅仅只是酝酿。等到大家发出惊叹声之后，你再悠然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想要在此做什么，就先问问我手里的剑。”可是师傅，要是对方没有惊叹怎么办？那就等着，一定会有惊叹的。嗯。然后呢，你就什么都别说，先跟他过几招，再将其打败，然后你就转头，侧身而立，说道：“我乃公子柳月。”仙子落霞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先练一遍，当着师傅你的面练一遍。不然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真的很难为情呀。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？你呀，可以向你的洛轩师叔好好讨教讨教。这种呢，叫做格调，不是做作，不要有包袱。是，师傅。行，为师呢就先走了，你先练着。我乃仙子落霞。我乃仙子落霞，我乃仙子落霞。这也太丢人了吧！我怎么还真练起来了？是啊，我怎么还真的练起来了？小姐，小姐已经成为学堂弟子了，怎么还记得我们天外天？那日我没按计划行事，你对我有气也是应该的。小姐言重了，属下不敢。那日我本想将百里东君送至青龙门后，便去找你们。可我没有料到，柳月公子将我留了下来。今日我寻得契机，便立刻来找你们了。可是，那日小姐为何没有将百里东君带到雨季在的那条路呢？那日百里东君几经劫杀，心弦已经到了极度紧绷的境地。若是真的走上了那条路，遇到了雨季，即便不敌被我们带走，以他的性格，别说是修炼训练功，怕是会直接找机会与我们玉石俱焚。此是其一，其二，我在想，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也没有更好的计划，日后再说吧。齐轩，我得走了。
我会继续观察百里东军，等我做了决定，便同你们联系。玉京那边，也烦你帮我解释。小姐，还有何事？我该不该把另一个天生无脉之事告知小姐呢？无事。小姐，宜多保重。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小姐，你究竟想做什么呢？徒儿，师父。行了，看来今日不宜下棋，早些休息吧。师父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要问你去哪儿？可这关我什么事呢？我是真的很无聊，想找你下棋罢了。师父，现在可以下棋了。嗯，来，下。这才对嘛。云哥哥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娘亲开始教我女工了，这是我绣的第一只荷包。文娟绣的太好看了，我好喜欢。纵然我算遍天下，也算不到我们的重逢竟会是这般模样。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，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，
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我若说想带他出去，也不知道他肯不肯。回来了。白日里，我见到了小姐。哦，那小姐可有解释？其中细节，我日后再与您解释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小姐并未背叛天外天。那便好。吴相使那边还有何指示吗？他让我们送给北厉皇室一份大礼。什么？你说叶鼎之是叶云？叶雨的儿子那个叶云？怪不得他说他不要玉玺，怪不得他说他要的东西，本王一定能给他。他要的是本王的命。备马，快备马！本王要进宫。早啊，叶鼎之。姑娘早。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那今天是讲佛国？好啊。那姑娘等一等，我去洗把脸。姑娘，还在为今天的事情而生气吗？我真的没有要走。现在我师父也走了，我把故事给你讲完，你别难过了。到现在，你还不肯跟我说吗？到现在，你还是叫我姑娘，云哥。什么？我说，到现在你还不肯跟我相认吗？叶云。你怎么知道？现在不仅是我知道，皇上也知道，全城的人，全天下的人也都会知道。
生命，逃不出的宿命。原来这才是叶鼎之的真实身份。当日他走的那条路，应该是被雨季拦下了。难不成放出这条消息的是雨季他们？小姐，还有何事？无事。吴相使为何不直接将叶鼎之在景玉王府之事告知亲王呢？因为吴相使的目的，并不是要让北离抓住叶鼎之。你是说？没错，他要逼叶鼎之离开天启。天启麻烦太多了，只有他离开天启，我们才有可乘之机。我原本以为，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呢，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可他偏偏就是活了下来，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活得好好的，成为了很厉害、很厉害的人，而且还兜兜转转的与我重新遇见，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你说，你此生最好的兄弟失而复得，是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儿？嗯。可你才活了多久啊？就知道是此生最好了？是，我知道。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，到我变成一抔黄土埋在地底下，他一定都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。或许之后，我也会遇到其他的朋友，也懂我，也是知己，但都称不得一个最好。那对你而言，什么叫最好？
对于我而言，在最对的时间遇见那个最毕生难忘的人，便是最好。自那以后，天上地下，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，都少了那么一点缘分。不过他现在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，我可是很厉害的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，不会再像从前那样。一定不会。做你最好的朋友，真幸福。你还活着，很好。罗师兄，文君的。如你所看到的，她不喜欢景玉王，但需要嫁给他。半年后。 叶元，如果你早一点出现就好了。现在也不晚。罗师兄，只要我回来了，就不晚。 雷儿，你是说叶鼎之现在在锦鱼王别院？师傅，您这是喝多了吧？我昨儿跟您说的很清楚的。怎么会？兄长虽然素来与亲王不和，但他曾承诺过我，一定不会将血棠拉下水。此事应该与兄长无关。不如我直接去问他一问。不用了。既然我们也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，那个地方也挺安全的，那就不必再添麻烦了。先生说的是。可是，他若一直这样待在那里，却也不太合适。因为据我所知，
边院中除了有影宗的骆师兄之外，还有我那还未过门的嫂嫂。放心吧，既然我们都知道他在哪儿，我会把他带走的。这件事你们就不用管了。东巴，这几天你要好好休息，2天之后我带你去见你的好朋友，然后送他离开。你为何要送他走？我还没来得及和他叙旧呢。叙什么旧啊？你去男爵找他叙旧不就行了吗？现在到处都在抓他呢。你说是他的命重要，还是叙旧重要啊？笨徒弟。那当然是。好吧。前些日子都是劳烦你下厨，今日来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可有个称号，我知道，草原小食神嘛。你记得？云哥说过的话，我都记得。快尝尝。好吃好吃，好吃的多吃点。这里的牛肉不好，草原牦牛肉才是真的好吃呢。可惜我吃不到。想吃就去吃啊，有什么吃不到的？你想吃草原的牛肉，那就去草原吃；想拜佛国的菩萨，那就去佛国拜；想喝男爵凉茶，那就去男爵喝；想乘船东游，那就去东边最大的大港登船起航。天高海阔，不在这笼中天气。云哥，我去不了的。你去得了，因为我会带你。不。你怎么了，文君？云哥，叶云，你听我说，5年前，我被景玉王看上，从此就被关在这所囚笼当中。那是我和东君还有书信上的往来，我本欲将此事告知他，可是父亲他篡改了我的信件，他骗东君说我已远游离开了天启，我的婚姻成了景玉王和影宗的联姻，他们设下重重防卫看守着我，而师兄就是这第一重门。先生，你想喝点什么？就来一壶桑洛吧。先生，我们店还有很多名贵的酒。不用了，就要一壶桑洛。酒不该是用来享乐和炫耀的东西。先生说的是。那桌有人了。这位少侠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不妨和我一桌。这闹鬼了，哪有人啊？我是说，这个桌子被人预定了。好吧，叨扰了。先生，您的酒。桑罗，给这位少侠也拿个杯子。哎，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也会酿这个酒。那你尝尝。我觉得，
没有我那个朋友酿的好。少侠的朋友是位酿酒大师，他呀是个酒痴。不知少侠尊姓大名？哎，先生请我同桌喝酒，不必如此客气。在下从未有过父母，所谓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，所以我叫司空长风。这番介绍倒是颇有意思，想了许久吧？看破不说破，先生也太不厚道了。小二，哎，这酒给我们退了吧，不要了，给我上壶别的。敢问这位客官，您想要什么？要秋露白。有趣。客官，今日可没有秋露白。为何？秋露白1月只出1日，1日只出2个时辰，今日怕不是时候。哦，那明日呢？明日也不是，后日也不是，大后日也不是。本月14公映，还有13天，且等着吧。哎，你，我很好奇，少侠，为何非要秋露白呢？哎，不瞒先生说，我此次来天启城，是为了见一个朋友。刚刚说的那位朋友？正是，我那朋友啊，没有其他的爱好，就是好酒。他呢，跟我离别前吵着嚷着说要喝天启城的秋露白，所以啊，我就想先买上一壶作为见面礼。小子，你想要秋露白，这上面不就有一瓶吗？这上面是秋露白？多嘴！哎，小二，这秋露白多少钱？不要钱。不要钱？只要你能拿得到。哼，简单。长风，你要取楼中酒，既然伸了手，便算下注取酒。你说透，客官这是什么话？哎，这的确是陈酿12年的秋露白，世上只此一壶。你若想取，那便凭自己本事取；如若取不到，留下件东西就好。至于这东西是什么吧，由我说了算。谢氏。谢氏。陈先生。谢师是碉楼小筑内功夫最高之人，多少江湖公子试图取这个酒，却都没有成功过。哼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抢到了，便是第一个成功的。算吧，真正的高手不会来取这个酒，来取这个酒的多数是如你一般初入江湖的少年郎。不过时至今日，真正成功的也不过李先生一人。不过他呀，单纯是因为无聊碰了碰酒，也便走了。所以，你若是真抢到了，确实算是第一人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枪不错，银月枪，我要。是一柄好枪，但可惜了。回去。一来就吃瘪，天启城果然是天启城啊！司空长风，久别重逢，不必行此大礼。百里东君，不错不错，你还记得我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也不来找我？我今日才到的，这正想去找你来着。好久不见啊，司空长风。周末公子。不过，你刚到天启城就打架了，还被人打成这样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想着跟你也算是久别重逢，总得备份礼吧。普通的酒酿的也没你的好喝，最好的酒今日卖光了，那我只能去抢。结果没曾想技不如人，没抢过，
那枪还折在里面了。一个人抢不过，那2个人能不能抢过？谢师的金刚罩精进了不少，可惜啊，还是被这位少年给破了。哼，后生可畏啊！确实是如鹰一般的少年。你看，这边请。这么快就找来帮手了？上面挂的那瓶酒，可是秋露白？对，那是酿了12年的秋露白。我要了。好强的掌力！原来酿酒师里不止我一个人会武功啊！小师弟，不可无礼。这位乃是碉楼小筑1品的酿酒师，整个天启城都得人人尊称一声谢师的人物。卓墨公子，谢师多有得罪。这位是我新入门的小师弟，冒犯了，请多多谅解。李先生新收的徒弟，难怪。这位公子出手，可是为了夺酒。那是我兄弟的枪。你兄弟夺酒失败了，必须留下遗物，这是规矩。可若是我赢了你，可否将那枪和酒一起拿走？当然可以。哎，用武功来赢酒，未免有些奇怪。不比武功如何？那比什么？自然是比酿酒。什么？这人疯了吧？跟谢师比酿酒，不自量力。就定在本月14吧，到时候我会带上我的酒来碉楼小筑，也请你们备好碉楼小筑最好的酒，以及天启城最优秀的品酒师，然后我会带走那杆枪，还有那瓶酒。狂妄小儿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就算你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也不能狂妄到如此程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谢师。小师弟入天启城之前呢，也学了11年的酿酒术。我学了40年。得嘞。好酒可品人间百味，少年的烈，中年的温，老年的醇都不一样，也不见得谁学的酒就一定赢得过我。那就恭候大驾。哼。哎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呢，本来是要带我的小师弟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结果路过碉楼小筑的时候，听到里边有动静。我们呢就想说去凑凑热闹，其实是我自己想去凑热闹，正好这时候你被人给打出来了。我当下我完全没有想好怎么去反应，他倒好，大老远就把你给认出来了。好家伙，直接一个轻功上去来给你两肋插刀了。你果然拜了李先生为师，成了卓墨公子，也就是这位二师兄的师弟了，真好。你也很好啊，还有命来天启城跟我见面。二师兄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这不就到了吗？这里是青楼？非也，非也。这里是百花楼，不一样的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有他，所以不一样。那年，我和顾剑门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当时的他正在抚琴。顾剑门可能是喝多了，
听到了他的琴声之后，他兴致大起，举剑而舞。当时的景象尤为震撼。哎呀，所有的花瓣都被他的剑气卷起，五颜六色，姹紫嫣红。最终，所有的花瓣交替飞舞成了一座花桥，从这里通往了那座高台之上。顾剑门说：“闻情可知人。”他觉得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命定之人，于是踩着花桥，从这里走到了那里，撩开了重重帐幔，去见她。然后呢？然后顾剑门就下来了，他被拒绝了。啊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是几年前的事情。当时的姑娘现在也出落成闭月羞花的样子了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她的名字。不知道顾剑门那小子啊，再见到她会不会感慨？雷公子，许久没来听曲儿了。没有顾公子没来的时间久。没有多久是多久啊？哎，那其实也没有太久。好像有杀气。嫂嫂，小小年纪，不学好。我是无辜的。夫人。对呀，百里东君，你小年纪不学好，让你别来这种地方，你偏来。我都说我不来了，你非带我来，死拉硬拽把我拽进来，怎么样？现在满足了吧？开心了吧？师兄就不是一个能来这样地方的人。寒衣，娇娘，娘子啊，娘子，我也在外边跪2天了，好冷，好疼。少跟我装可怜。卓墨公子武功高强，内力护体，又怎么会冷？娘子罚我，我也不敢用内力嘛。你不敢？你什么不敢？北篱八公子可真是风流啊！以前你说是顾剑门带坏的你，可是人顾剑门早800年就离开天启了。我看你这路不认得也挺好的吗？不是啊，这真是小师弟他非……闭嘴！你小师弟那脸都红成猴屁股了，怕是这辈子第1次去青楼吧？你怎么不说是百花楼的姑娘绑着你去的呢？你这么说的话也太假了吧！你再说一遍。完了，雷慕沙，
我看你是不想好了。趴下！等一下！趴下！娘子，哎呦，娘子！哎呀，娘子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呀，娘子，娘子啊，不去！韩姨，救我！娘子啊！阿爹真可怜，要被打死喽！娘子，哎呦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，娘子，哎，躺好了。你爹要被打死了，你也不上去帮忙。先生，你来了。我再不来，你爹可真的要被打死了。谁叫他去那种地方的，活该！嘿，小小年纪的，知道的东西还挺多的嘛。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？比以前进步多了。你爹是雷门英才，你娘是星剑传人，跟他们学武功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跟我学呢？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呀，跟你学武功，以后我才能管住我爹。有志气，眼光更好。哎，娘子别打了！哎，别打了，屁股肿了，娘子。滚！不去了！哎呀！李先生，先生救我！跪下！行了，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嘛。虽然去了趟青楼，也没犯什么大错。夫人，雷儿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，对夫人可谓是忠贞不二。他也只敢去听点小曲儿，是吧？我想他今天去了百花楼，应该是看到百里东君和那个用枪的少年，让他想起了自己和顾剑门的往事，兴之所至了，是不是啊，雷儿？就是，是什么事？厚颜无耻！厚颜无耻！以后还敢不敢？不去了。我以后想听曲儿，我找窦轩去，他唱的也还行。夫人，他认错了，也落了保证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先生都来了，我还能真打死他不成？先生此来，想必也不只是为了要救这个不成器的东西。新月就不打扰了。韩一，我们走。哎，师傅。师傅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差点被我娘子打死。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因为我觉得就算你现在不死，几年之后你也会为你那可笑的志向而死。师傅，你还记得那一年你说你的志向在于天下，我笑你还是个孩子呢。如今你的孩子都学会骂人了，你呀，也不能只是那个师傅膝下的孩子了。说说吧，你觉得的天下是什么？天下。当时我年轻气盛，我觉得天下就是一个能够供少年们征伐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天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征伐的所在，因为那是许多活生生的人努力生活的地方。那你的志向呢？仍在天下呀，守护天下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似乎变了，又似乎没变。你跟剑门要好，剑门走了，你就和若风混在一起。可若风身份特殊，总有一天会离开学堂，到时候你……师傅，我不想离开学堂的。可学堂终究是个读书的地方啊，人长大了，书读完了，自然要离开学堂的。学生既已离开，老去的先生也不必留下。师傅，你不会要走吧？是啊，蒙莎，你也要走的。不过，走出这一步，你的雷门可就真的回不去了。
那就不回去了。你不想牵连雷门，所以故意无视门规，让雷门驱逐你。你不想连累妻女，所以让你的女儿随母姓。要是遇到了什么万一，背后至少还有一个剑心种撑腰。可是梦莎，成大事者无不彻底割绝过往。你呀，还差得很远呢。等时机到了，让韩义来找我，我教他剑术。师傅，你不回来了吗？你啊！我说了老半天，你到现在才明白啊！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守护天下呀？我告诉你，守护天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。你和若风若想取得这份资格，势必要经过一番苦战。你们呀，不要半途死了。定不负先生所望。已经负了。我之所望，就是弟子们能纵情江湖，肆意而活。哎，天下什么的太沉重了，你不负自己所望就行了。听说李长生要离开天启城，没有李长生的天启城，你要强行带走一个人，虽然要付出代价，但也不算难。我自己去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那么倔，光凭你自己，就算你有实力，心爱的姑娘，怕是早已嫁给他人。师父，我想练魔仙剑。没想到半年不见，你经历这么丰富。没有你的跌宕起伏。哎，你昨晚如何呀？你怎么也这样？小小年纪不学好啊！司空张峰，你有点良心。昨天因为你和雷师兄，我都被人污蔑了，还跟尹师侄吵了一架，容易吗我？他呀，昨天只是找我过去叙话，把我认成了儿时的一个哥哥而已。听你这语气，挺失落的呀。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哎，因为随口吹的一支曲子，结识了千金难买一面的大美人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哟，好，你不失落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哥哥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。也是。你跟我说过，你失忆了。或许吧，我也没有刻意想过。要真的仔细的想，好像此前的人生都是一片空白。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又不靠以前的记忆过活。司空张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知道你的来处？但你却和他会同一支曲子，这说明什么？
我也不知道。你干嘛？万一你真是他的哥哥呢？万一他弹这支曲子就是为了等他的哥哥出现呢？百花楼里那么多客人，是天启的，不是天启的，有钱的，没钱的，为何就你偏偏听过呢？你一点都不着急？他那么受欢迎，错过了，可就真的错过了。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，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那种。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百里东君，往事不可追。我和他，或许还有未来吧。哎，行吧，行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开始酿酒？莫不是忘了本月14日的那个赌约了？我当然记得呀，我这不是找灵感的吗？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百里东君，你，哎，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！我枪还压在那儿呢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枪包我身上。嗯。哎。谁？齐轩，是你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接到小姐的留书，便来了。还有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这么说，叶鼎之的事，真的是你们干的？是。雨姬发现叶鼎之同样身负天生五脉，如今就算没有百里东君，也无所谓了。可是，小姐为何这么多可是？难道小姐对复国之事有所动摇？是的，这一路我动摇了。齐轩，我们找到天神五脉又如何呢？打开狼月福地，将父亲迎出关，然后让北阙的铁骑踏平北离，是这样吗？可那些刚从战火中平复过来不到20年的百姓该如何？陆霞姐姐，哪位？陆霞姐姐，公子前往来叫你。陆霞姐姐，好，这就来。徒儿，你来了呀。师父，来看看这棋。走了。我们也快走吧，天快亮了。不是，这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啊？野罗侠有问题。我怀疑他有。学堂大考之前，我曾在蓬莱阁与他有过一面之缘。当时，他可不是这身装束。不过，他最后应该选择站在了我们这边。哎，鼎之，你既然知道左边是生路，为何还要往右边走？你猜，等右边的人发现不对，来不来得及赶到左边呀？我可不敢赌。那野罗侠呢？他往这边不也一样？他背叛了他的组织，等待他的，或许只有死路一条。看不出来啊，叶兄弟，还挺怜香惜玉。过奖了。
人帅心善，见不得救了我们一命的人枉死而已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吕素贞的徒弟，那你为何要参加学堂大考呢？受人所托。你呢？不动明王宫，你是羽生魔的徒弟，怎么不满足于男爵第一，来拜天下第一？没有，想来看看卧虎藏龙的天启，顺便瞻仰瞻仰李先生。与其说是卧虎藏龙，不如说是吃人不吐骨头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此去青龙门正常需要多久？半个时辰。那便拖上他半个时辰好了。也不知道是他们先到还是我们先到，这到时候收徒怎么算啊？总不能再打一架吧？败类东军，我们到那儿还要多久？半个时辰吧。太慢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可就要辜负你的兄弟为你敷衍的一番好意了。不如谁先到，就谁拜师吧。你这也太赖皮了吧！论轻功我还没输过呢。你入好了，不动明王反噬了。再次使用内力的时间间隔太长。你方才内力耗尽过，不过我们交手时，筋脉并未损伤。能达到如此经脉强度的，你也是天生五脉。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你是天生五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如你跟我回去吧。王兄，你们是谁啊？他。这人看起来好面熟。我们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主人的家仆，从府里叛逃出来，我这就带他们回去。世间哪有穿成这样的家奴，又哪有武功如此高强的管家？姑娘，我劝你不要多问。你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走吧。如果你坚持要救他，我会杀了你。哦，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
这个徽记，你是影松的人。这是哪里？王府。走，或者死。师兄果然厉害，他竟然被你吓跑了。不，他很强，我也未必能打赢。他忌惮的是你的身份。师妹，这次你救下的，怕是2个大麻烦。我乐意。师兄，你可千万别给我说出去了。好。哎呀，到了没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到了。当年我这些徒弟拜师的时候，个个白衣如雪，风度翩翩的。你看看你们俩，真是差远了。当年他们拜师的时候，又没有人追着要杀他们。哎，你们2人一起来，谁要拜师啊？弟子尹落霞，此次大考全靠其他3人庇护，走到这里已是幸运，不敢求学堂收入。尹姑娘，百里东君，我就送你到此了，告辞。姑娘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哦，敢问公子收我的理由？因为你长得好看，且很机敏。而我的武功只教与我有眼缘的人。为何？我的武功掌握在我的手里，所以我说了算。这个理由如何？更何况，姑娘的行事作风颇合我眼缘，想收就收了。可我这多好啊，尹姑娘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柳月，你还真要收徒啊？师兄，我都还没有收徒呢。按照辈分来说，应该是我先收才对吧？你想收就收，但大嫂应该会把你埋进剑冢里吧？你若不愿意，那就罢了。不，我不是不愿意。承蒙公子厚爱，落霞感激不尽。只是左右现在带不走百里东君，不如进入学堂之中，日后再行筹谋。柳月公子，对不住。弟子拜见师父。哎呀，拜个师有那么麻烦吗？哎，小子，你呢？我？我先不拜，我等人呢。等人？王一行是吕素贞的弟子，他不会拜在我门下的。我知道，但还有叶鼎之呢，他一定马上就会来的。哎，这我倒听很多人提过这个名字，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听起来挺强的啊。比我强。那如果他来了，我选了他，你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啊？虽然免不了被嘲笑一番，我也只能骑着我的马，回我的乾东城喽。你先来的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觉得，如果你们2个同时在我面前，我应该选谁？你应该2个都选。
为何？因为我们两个都很优秀啊，错过谁你都会觉得很可惜的。嘿嘿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世上只有别人因为错过了我而觉得可惜，从来没有我因为错过任何人而可惜。初选那日，我酿了一壶酒，啊，而叶鼎之呢，烤了一只羊腿。所以呢？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一口酒一口肉，难道这不是天下间第一等的快事？是啊，这的确是天下第一等快事啊！我是那酒，叶鼎之便是那肉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便是你今日最大的收获。哎呀，嘿嘿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好，我陪你等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你琢磨多言的名头，很快就被百里东军抢走了？百里东军，你为何想要拜我为师啊？我得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。都已经要拜师了，你到现在才在想这个问题啊？我小的时候跟人有过一个约定，说我们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但现在似乎除了学堂，也没人可以让我的爷爷和父亲低头。而且萧若风他们也劝我，让我拜你为师，说你是天下第一，多么多么的厉害，多么多么的传奇。所以啊，在我来到学堂之前，就认为自己已经是那个关门弟子了，才不是来参加什么天杀的考试的。不过，此时此刻，如果问我，想不想成为你的徒弟，我想，我应当是想的。虽然你依然不了解我，我有过一个师傅了。他是我见过这世间最绝世的人。他临死前告诉我，希望我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他还跟我说，这世间除了李先生，没有比他更强的剑客。所以，如果我此生再拜第二个师傅的话，那这个人，他只能是李先生，才不会堕了我师傅的名头。看来不是我选了你，而是你选了我。哼，没错。你选了我不亏的。怎么了？因为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名扬天下。怎么样才算是名扬天下呢？你爷爷、你爹那种够不够格？不够。北篱八公子够了吧？也不够。还不够啊？怎么才算够呢？我这样的呢？够了。你说对了。一会儿不管那个叶鼎之来了，我满不满意，你这个弟子我先收下了。好。我就送二位到这儿了。线下任务完成，我也该回望城山了。多谢王师兄一路照拂，山高水长，我们有缘再见。
来，李师叔，您先请吧。好。嗯。他竟然闪开了！哎呀，失策了！哎呀，我用这个方法整到他诸位师兄，却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，都不是什么好孩子。嘿，无不无聊，无不无聊。堂堂学堂拜师礼，还用我玩剩下的招？我可是钱东城小霸王，下次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好了，虽然我们的开场有些遗憾，但是我们言归正传，开始学堂拜师礼。百里东君，尹若霞，我叫萧若风。当然知道了。我是学堂李先生座下7弟子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可以管我叫7师兄和7师叔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管我叫小师兄。小师兄，7师叔。学堂，李先生座下6弟子，洛轩。6师兄。6师叔。学堂李先生座下4弟子，莫6月。小黑。5师叔。师傅，哎呀，这有徒弟的就是不一样，你说是吧？哼！哎，快起来！墨尘师兄，6月师兄。哟，这不是凌云公子顾剑门吗？顾剑门，也就是你的3师兄，哈。而我，乃是学堂李先生座下2弟子，也就是卓墨公子，更是你的2师兄。2师兄，哎，还是雷二听起来更亲切一点啊。没大没小你，叫一个，给你个面子。哎，2师兄。2师叔。啊，师弟好，师侄儿好。哎，大师兄呢？
啊，就没有这个人呢。我一入门开始我就是二弟子，反正我是没见过，他们应该也没见过。师父没有跟我说为什么。真是个奇怪的人呢。说对了，师父说过，这人呐，要是越奇怪，就越有可能成为绝世的英才。你看我多奇怪，柳月也奇怪，他们也奇怪，而你，这么说你是在夸我喽？当然，师父更是奇了个大怪。雷儿，你话太多了吧？得嘞，师弟，走你！一定要这样吗？这份大礼我可受不起啊！这是拜师，又不是拜堂。师傅，董爸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小徒弟了。啊，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很好。嘿嘿嘿。哎，你刚刚叫我东巴？雷尔剑三柳四，黑五炫六风七到你这儿，可不就是东巴了吗？我说师傅，你真的好无聊。是啊，是因为我实在活得太久了，好多事都因此变得无趣，所以只好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了。那你到底活了多久啊？哦。想当年我一见震天引得仙人从九天下凡，他们说我不是人间之才，应当到天上去逍遥。嘿，他们要把我拉到天上去啊，我可不去。仙人就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那我便赐你长生吧，好好在人间游历一番。”后来这一幕啊，被诗仙看到了，所以便有了那句诗：“仙人扶我顶，解法受长生。”你说我活了多久啊？真的？废话，当然是假的。这徒弟怎么这么笨呢？都说江湖险恶呢。哎，这样吧，1个月之后我带你去游历一番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江湖的险恶。为何是1个月之后啊？你不是想喝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吗？这秋露白啊，1月只出1次。哎，糟了，这个月的份额已经没了。没事儿，那就等下个月吧。下个月等你喝够了，咱们就启程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曾有人隐约跟我说我是天生五脉，方才王师兄告诉我，一鼎之他也是天生五脉。到底什么是天生五脉啊？天生五脉，天生五脉是一个幸运又不幸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答疑解惑就到此为止了。我困了，困了。不是，真是个奇怪又倔强的老头。来，告诉我，师父究竟给你取了什么样的名字？师父会给你取什么样的名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叫做百里八。但是莫小黑说师父那么懒，他只可能取2个字的名字，他觉得你应该叫做里八。所以你到底叫什么呢？东巴。咦。哼。哎，对了，师兄们，师傅跟我说他活得可久了，这老头到底活了多少岁啊？其实我们也不知道，去年吧，他刚过完他的80大寿，今年刚过完70大寿，明年估摸着也该过100岁宴了。他老人家就这样，出门就一张嘴，张口就来，甭理他。东巴，雷二，东巴，雷二，东巴二，
看你这吃法，像是吃到什么人间美味一样。我也尝过一口，这只不过是能咸死一头牛的咸菜，还有前头镇上卖的最便宜的烧刀子，亏你还吃得这么香。如果你也有快被饿死的经历，你就会感激这世上每一种食物。你也有快病死的经历，你怎么就不能感激这些草药呢？亏你还忍心看着师傅自己在这磨药。对了，你让我学的医也学完了，该掌握的也掌握了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从明日朝阳升起，你便与这草药无关。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我怕是这世上最没有尊严的师傅了吧？哎，你说你，明明有学艺的天赋，在短短几个月，就掌握了普通人数年甚至几十年掌握的医理，怎么就不感兴趣呢？你在这山谷里住了多久？我12岁来到药王谷，如今也有26年了吧？这么久，你会感到孤独吗？这山谷这么僻静，都没有人来，就算是有人来，也都是像我这样的将死之人。我觉得，你这么好的医术，应该到外面才是。有些人想名扬天下，成就一番功业，也有人想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。这世上每天有多少人死去，又有多少人出生，都是命运使然。即便我出去了，又能救多少人？要是有人能像你一样走到这药王谷，便与我有缘。不管出身，不论目的，我都会救。那你打算以后每天都这样，重复循环？在你看来，每天都是重复的，可在我看来，每天都是不一样的。春日的崖边能长出蛛网草，惊蛰的夜露能配百青丸，清明的蓬草能做药饼，怎么能会是重复循环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是想你那位朋友吧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他在天启城混得怎么样了，是不是还那么嚣张？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我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是不是还被人追着他？是不是旁边还有朋友并肩而立？